大家好，这是小子呀。今天我介绍完的这个由塔克托米公司出品的马克思 Seven 30周年联名的巴萨拉擎天柱那这个东西可以说身上有一些巴萨拉元素甚至它变形都是 VF19改。超时空要塞 Seven 1994年至1995年播放，是超时空要塞系列动画中十分特殊的一部作品。以前都是男人打架，女人唱歌，而 Seven 则一反常态，只用歌感化对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反战题材。虽然我一开始也不理解这迷惑操作究竟是什么，但随着剧情的推进，让我慢慢爱上了这位反常的男主。剧中巴萨拉一直挂在嘴边那句“亚麻哟，pinga哟，我的都到 PK”。就算被所有人当作是傻瓜，哪怕被人不理解，却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驾驶那台红色的飞机穿梭在战场，用属于自己的歌声感动所有人，最后让原本冷漠的原始恶魔也不禁唱出他的歌来，就如同他在第一集结尾的歌词一样，请听听我的歌吧。当两颗心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任何悲伤和憎恨都将被一扫而空。大家这台配件就这么多，两张替换脸，一把长枪加巴萨拉和能源宝融合的这个吉他。主体方面呢是 VF19改擎天柱一架，还有这个酷似补天式的车厢我们先来讲车厢车厢整体的话，蓝色、黄色、红色，很好的勾勒出了巴萨拉的这个主题。那上面也保留了一些这种排气孔元素，让你觉得自己是在玩擎天柱展开方式也很简单两边是盖板，给它打开，开。然后直接一掰就结束了然后中间呢，它是有一个麦克风一样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涂装还是给的蛮足的我看每一个这个音响的发声口它都有做银色的涂装那如果你买了歪设的飞机的话，它里面是会有着特点小人也不能讲特点吧，就反正随套装附赠的这个小人，一整个乐队都可以站在上面。那车厢底部呢，它是有一个收纳空间，可以把脸像这样收纳在车厢底部。那我们来看擎天柱主体飞机上面的角落架只有前侧有，然后侧边这边是有点穿帮的。虽然它整个擎天柱甲胸是看着有点扎眼，但它还是有做出进气格栅的这个部分的。然后它下面还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擎天柱一些手臂也好腹部也好的这种就是涂装。那实话实说拿起这个万代友商的这个飞机这个看得出来这个涂装呢还是 TT 社给的更加足一点然后因为和擎天柱联名所以它驾驶舱是一个能源宝这个领导模块。那它这个舱盖应该是打不开来的我看它是固定死的。这个后面这个杆单纯就是为了变形。那飞机也没什么好太多讲的那我们直接看机型它的变形吧。新模式就这样变形完成了。整体的话，它因为翅膀装在腿上，真的有点怪异有点怪异。但是这个形态你也不能没有是吧？你都和马克洛斯联动了是吧？就感觉就是送的这个形态。然后我发现一个这个玩具就在G形态下没有意思的这个事情就是它这边不是有平转的嘛，然后它平转关节并没有那么紧就整体玩具的话属于是阻尼适中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可以怎么玩呢？就你捏着这个后面，我操，它是不是有点像在水面滑行的感觉？你看一下正面看一下，如果大家经常性看马克洛斯剧的话，这个模式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这个玩点，躲导弹是吧？躲导弹，然后再这躲光线，做我在玩这个马克洛斯游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这个形态。我觉得这个形态你也不用调整这个就是高度，对吧？就是这个上下的这个海拔的高度，也不需要去调整其他东西，它就会自动往前滑的比人形和飞机都好用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万金油的这个
这个形态。那这个飞机人模式呢，这个模式下呢，其实变成擎天柱就特别的简单，你把所有东西全部打直，然后把它的机翼啊，像这样子包裹住它的小腿，小腿前面也是有卡扣的，可以直接扣牢。然后这样子，飞机头的部分的话，轻轻往后面一掰，把这个盖板打开往后面这样子掰就可以了，可以背到这个后面，再把这个盖上。那头部呢，先旋转，再把上面的盖板拿下来。那整体人形就是这样子，可以看到非常的不匀称，非常的怪异的这个擎天柱人形它这个变形就是小腿这边的变形逻辑呢，和就正常的 VF19是有点相似的也是要把这个翅膀折进去。但是因为正常的 VF19的话，翅膀应该是在这边的，就这边，就是下面这两个就是倒翅嘛，它应该是在这边这样塌了下来的，会很好看。那后面这个是正常的 VF19改就是现在主流的这个 VF19的玩具但是不是万代的，是 A 社的。我之前口糊了，不是 Y 社的，是 A 社的。它最近这个周年再版的一个产品。我是找人重涂的，这个没这个颜色的兄弟们，我怕到时候给兄弟们造成误导，我先说一下，就这个我是找人花了钱重涂的，全部重涂成那个 OP 的那个3D 建模那个质感是有做的那个伪电镀红就反正光泽金属系嘛它整体的这个肩膀这边也是的也是这种很奇怪的这个造型，它和 VF19的这个造型其实是不太相干的对吧？包括这边这个像裙甲一样往后面伸的这个机翼，其实是特别漂亮的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机制的原因。然后这个套装呢是带后期型的这个飞行背包的，就跟我刚刚展示的那个海馒头一样，它是带这个背包的，它整个一套。之前 A 社好像是整个一套炒到大概3-5千，3-4千吧，应该是我记得，我也没那么太多了解过，我只知道这东西再版之后这玩意就跌了。再版确实是蛮便宜的，它再版好像我记得我们买的时候是20张出头，好像还是20张不到，我已经记不住了，有点年数了。一直想做这个视频，但是属于这个变形苦手就一直懒，就没做成嘛可以看到，就是擎天柱这边这一块它其实很窄很难看嘛，带上这个会稍微好一点，带上这个明显属于是遮百丑，就是它这个官图也有点这种欺骗性。就是关子他一直带着这个吉他嘛，他这个吉他只要一带，他把身上最鸡巴脑瘫和丑的部分全部都遮住了所以当时说我很心动，我下单了不过说句实话，这个吉他真的蛮帅的，有点这个就巴萨这个吉他的感觉，但不是完全照抄上面也融合了这个能源宝。能源宝的话，它上面是做了一定这种凹凸不平的这个面的，你看到没？在这里很漂亮，它这个面然后身上这个涂装几乎没有含糊。可以说是我觉得是整个产品里面最精致的这个地方就在这里。然后它巴萨的擎天柱这个胸口它是能展开的，展开之后呢就不是能源宝了，是音响正常的这个 VF19改的是音响是在肩膀上面两侧的，就是这边这一块应该充当音响，它可以拉开来展开，然后里面有些小音响。那这次的话它这个肩甲这样子变形，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塞音响所以它又装在了这个胸口。那能源宝这部分呢就是塞在了我刚刚说的这个机头后面。同样这个部分也是它的驾驶舱，就是后颈这个部分，其实它驾驶舱，它到时候变形的时候会移上来。那替换脸呢，可以通过头部的展开从背后的滑槽直接取出。那替换脸呢，一共有3种：擎天柱的脸、龇牙咧嘴的脸和普通的常态带嘴的表情。可能我感觉有些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这个脸但是 VF19改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就它算是为数不多的 VF 里面它带人嘴的，其实。它那个嘴虽然装饰性的，但是它就是很特殊、很特别。那把身体蜷起来呢，可以变成车厢的车头。我觉得这个算是变形金刚最后的倔强那种感觉。我靠，它这个车头固定点位呢，分别是下面的这个地方和上面这个手臂。说明书上面呢是跟你说，你先把这个飞机固定在手臂上面，然后再去固定。那我个人感觉先不要这样。就先固定这个手臂到车厢上面，然后再那样，否则卡扣有点难搞也不是那么难搞，反正它卡的这个位点都很清晰的然后整体的这个一体性呢，可以说是没有，但是滚车轮呢还是滚轮动的。那所有的武装呢，它都可以收纳在车厢里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废件有产出包括表情脸什么的都可以。这边
盾牌和吉他都可以收藏在里面。好，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了。那可以看出来，就这款产品它其实变形金刚的玩法呢有点强行凑上去这种感觉。啊，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单主体啊有点太无聊了，所以给它加了个车厢了。然后他也没办法，那个单个车厢也好傻逼，所以给它加了一个这个变形金刚的这个车头玩法。啊，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推测，实际他那帮老头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是吧？啊，就整体的这个风格呢，其实和 VF7的动画片也有点像。啊，它是真的很特殊的这个一部马克洛斯的作品。啊，包括剧中的人设也好啊，包括这个擎天柱的设定也好，它其实是有一点这种类似的。这个玩具的故事好像是说，这个巴萨拉这个唱歌撼动了整个银河系，连银河系里的这个塞巴特隆战士也听到了这个歌声，啊，然后擎天柱就化成这个歌神啊，去感化对面，跟巴萨拉的这个故事是比较雷同的啊。那这个玩具呢，可能也就是为了和这个现在很雷同的这个 VF 系列的这个玩具呢，尽量的这个不冲突，所以也是在所有的 VF 玩具里面，确实是很抽象、很特殊的一个产品，是吧？你就包括这个东西也是不巧，前段时间刚刚出过了迪迦超合金的这个 VF19改，是吧？现在他妈的好像跌的跟这个东西定价差不太多了啊，所以这样一个产品和他的片子真的蛮像的，为了做出与众不同感，我只能这样说，是吧？然后这样的话，这期视频今天到这里结束，大家晚上看，如果在视频忘了之后，暂停，拜拜。